嘛呢你？我可警告你啊，这粮食没填满呢，赶紧拿你袋子里的给我补上。填上，填上。好，不用，我填，不用。哎，邓艾，干什么呢？干嘛呢？嘿，你还找死呢是不是？行，别打，赶紧起来。来得及。邓艾，怎么了你这是？老这样，是笨是怎么的？这每斗粮食可都是咱们兄弟的酒钱，百姓给公家的。哎，没完了是不是？打！大人，你在打什么大人啊？我那二人打了，做什么好人？我教不行吗？二哥，我去看看。不要过去。一个人敢犯众怒，得有硬骨头才行。可是这些人明明就是徇私枉法、欺压百姓，连自己同袍都欺负成这样。那也不能去。你不知道这是曹洪将军的封田吗？连京津附近尚且如此，远一点的地方更无法无天了。住手！别打了！再敢如此，我就上表魏王。爹，一个小吏尚且如此敢做敢当，我要回去了。你不能回去，你中他中。爹，我跟二哥回去了，我会去帮二哥。你给我站住！我让你们两个跟我回温县，就是想让你们远离朝廷避祸的。你们两个都不回去，我回去干什么？我得看着你们。掉头，回家。掉头。给我砸门！谁啊？曹将军，我欲请你家二公子一同会猎，请他出来相见吧。曹将军，您来的真不巧，一大早我们家公子就跟老爷回老家了。至于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小的实在是不知道啊。昨日我们还在宫中一同共饮御酒，今日就不在了，不会是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吧？没有，他们真的回老家了。小的怎么敢骗您呢？司马忠诚，笔下雷霆千钧，可动乾坤。怎么，连区弓箭都拿不住，不敢拿？曹将军，啊，您善于领兵打仗，您去领兵打仗就是了。我们家公子善于治国，他自然应该在朝堂之上替大王分忧解难。但小的认为，无论是治国还是领兵打仗，并没有高下之分。再说，小的一直听说我们家公子对您尊敬有加，您在我们家门口说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啊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大王说话尚且不能如此，你们家主人不好好管教你，那我就替他管教管教。左右，给我射！哎，干什么？啊！哎，干啥？啊，干啥？哎，放！喂！停！夫人来了。咱们人多，贵府养不起，咱们就不吃饭了。
曹将军在我府上撒了趟野，这就想撤了。那夫人，你想怎样？京畿要地，魏王御下，将军带着亲兵在我府上留下如此杰作，我只想讨教，是将军私下所为，还是大王的意思？私下所为如何？大王的意思又如何？倘若是大王的意思，我何府叩谢天恩，甘之如饴；但若不是，说话了。我定要去御前讨个说法。像这样不知礼制，与禽兽有何区别？怎么还有脸站在庙堂之上？你这泼妇！住手！仲达，将军为何在我府前大动干戈？你不是走了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在下在其位，自然要谋其政。别以为你骗得了我们。在下从未骗人，将军此言何意啊？仗着斗杨修那点功劳，跟我们作对，这乱世靠的是刀兵。将军追随先王驰骋沙场，当然要动刀兵。可现在，大王的诏书里写的是国泰民安，将军倒好，把这箭都射到同朝大臣的门板上了。这不是当着大王的面和天下人说我大为不安吗？这可是欺君之罪。你别忘了，老子姓曹，老子砍了你，大王也不能杀他亲叔叔。将军，姓曹的杀不杀姓曹的，我不知道。可汉武帝刘彻亲手杀了他骄纵不法的堂叔刘安，还望将军三思。你们给我记着，下回他们射的可就不是门板了。将军的剑，在下笑纳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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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东西忘了。侯吉，在。把剑拔了，当柴火。是。夫人威武，夫人没事吧？啊？大王，这个司马懿刚一上位，就要离间宗亲呢，现在已经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了，其心可诛啊！其心可诛啊！他的奏表，孤都没看过，子丹看的倒是挺明白。哎呦，大王，我那是因为看到司马懿几次三番的上表，臣心里不放心呐，所以我就打听了一下。你呀，想太多了。他讨好士族，只是为了国家招揽人心。毕竟撰写历史的人，还是那些士子。离间宗室，司马懿，你借给他1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。大王，若新政真的实施了，大王就真的放心把用人大权交给司马懿啊？啊？胡说要实施了吗？你也是堂堂国家栋梁，还忌惮书生？大王，这20多年来，大王一旦出事，臣一定会豁出自己的性命，保住大王的周全。那些老叔叔们也一样啊，他们跟着先王，出生入死30多年，30多年呢，大王，他们就想让臣讨大王一句话，一句实话。这新政，大王到底是用还是不用？请大王明示。子丹，你起来。请大王明示。我真的不希望连你也要跟我邀功。从我上位以来，
我对咱自家人难道不好吗？大王误会了，臣不是邀功，臣是交心呐。臣为了大王受委屈，甘心情愿。可是臣担心，臣害怕被外人算计啊，请大王深思。大王。哦，将军。曹洪带亲兵建设司马府门。大胆！二哥，你真的要和曹氏宗亲作对啊？是大王让我用新政来压制宗亲。他为何要这样对自己的宗亲呢？往远处说，楚汉分封诸王，导致七国之乱；往近处说，大王因曹子建受了20年的委屈，又有曾经曹彰的洛阳之乱，连年征战，大魏的军权大多掌握在曹氏和夏侯氏这些宗亲将军们手中。先王在世的时候，这些宗亲将军们还畏惧几分，可是到了现在，大王是他们的弟弟，甚至是他们的侄子。你说，大王能不因此忧虑吗？那他就让你去压制这些宗亲，他们手上明明是有兵权，你怎么对付他们？他这不是让你去送死吗？我有新政。新政？可大王连看都不看。那是大王在他的叔伯兄弟面前做样子呢。二哥，这事儿你不能做。你刚才提到七国之乱，七国之乱始于晁错、削藩，激怒七国，打的旗号就是清君侧，诛晁错。二哥要做第2个晁错吗？二哥不做晁错，但你怎知大王不是文景啊？哎，回来了呀，二爷啊！艾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子夜，谢谢你，又麻烦你来帮我。你又被人欺负了。你看你弄的一身灰。没事。你腿怎么了？小心点儿。没事。来。艾哥哥，你以后别跟他们争，你又说不过人家，白被他们欺负。艾哥哥，你别急，慢慢说。他们欺负我没关系，可是他们欺负老百姓，那就不行。那些百姓比我苦多了。艾哥哥，你的这些书能卖钱吗？不值钱。那你读书有什么用呢？自己的日子过得这么苦。我看书的时候，只心里和书说实话，就不觉得自己嘴笨了。有人向我爹说亲了。
吃。我就知道吃。锅里面有粥，你别忘了盛，不然该糊涂了。可为什么非要这么做？他离间咱们曹家人。我平时对咱们曹家人的庇护还不够吗？建设大臣门第，国家法度何在？子桓，你真要治叔叔的罪？你爹都没对我动过军法呀！大王，十几个亲兵闯了大祸，自连管束不力，臣定会惩罚他。这事儿我看就罢了吧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自家人闹起来，可不好啊。叔叔，咱自家人不能乱，可这天下更不能乱。咱们曹家这些叔伯哥哥们，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一下姑的难处呢？那几个清兵斩首示众，骠骑将军曹洪罚俸3月。他真敢罚我呀！哥哥，你够了！这个时候，你还任性？老兄弟啊，子桓要管着这么大个国家呢，他也不容易呀。可我绝对不能让司马懿得逞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尽快把大王送上皇位。只要大王登基，咱们就是藩王。我看谁敢动咱们！我现在就去找陈群，让他组织大臣，联名劝进。咱们就是抬，也要把子桓抬上皇位。臣大将军夏侯惇，请大王上承天意，下抚赵民，早登大宝。臣骠骑将军曹洪复议。臣领军将军曹休复议。臣镇西将军曹真复议。臣中领军夏侯尚复议。臣前将军张辽复议。臣车骑将军曹仁复议。臣左将军张合复议。臣右将军徐晃复议。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世，还留着呢。当然要留着，这可是我最宝贵的东西，我要一辈子都留着。姑的典论已经重新颁布了，新的颁行到天下学宫，这些旧的就别留着了。有些事情过去就要让它过去。哎，那可不行。这可是我一笔一画亲手写的。大王，夫人，中书令陈群带领93名官员前来上表，现在就等在宫外呢。还是劝进？是。第几次了？第17次了。大王，要见吗？那好，我回话。来，你这个姐夫啊，还真沉得住气。夫人，快去歇息吧，我写完就回去睡了。
我陪你。你不在我身边，我睡得也不踏实。哎，长文先生，你容小的进去禀报一声，再进去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通报什么呀？仲达，弟妹也在。长文兄，这么晚了，有何急事啊？刚才曹真又去找我，说明天一早大家又要再上联名劝进表文。仲达还是赶紧写表劝进吧，免得再拖下去，连大王都得罪了。长文兄，此事小弟不急啊。仲达，眼下当务之急是劝进，新政等大王登基以后我们再谈，也为时不晚吧。长文兄，这九品官人法还是长文兄你的呢。大王没有士族的支持，如何顺利登基啊？我何尝不知道这是在行险呐！但是仲达，你的路更是凶险呐。一条路上行人多了，它就是条险路，也是安心的呀。在这个世上，能有几个人真的能做到？虽千万人吾往矣。多谢长文兄连夜相告，长文兄对在下真是坦诚以待啊。好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，别再讲了。仲达，赶紧补写个劝进表文吧，告辞。长文兄，我就不送了，我得快些，快些。长文先生，慢走啊！侯杰，哎，公子，何事啊？把舒达、施尔、昭尔都叫来。现在？是。夫人，我恐怕要写夜了。我陪你。好啊，夫人，可要练练字啊。正好，有好久没有练过字了。大王，该上朝了。上什么朝？天子是那么好当的吗？可是他们这样日日劝进，也不是办法呀。那就让他们等着。等什么？上朝了。越得不到，就越着急。让他们等着。大王，哟，阿翁来了。夫人，大王，司马懿求见，有表上奏。不见。大王，这个司马懿啊，他还拉来了一车表文来。一车表文。好你个司马懿！阿翁，江山、美人、葡萄，全都在我手上，就是不上朝。司马中丞，大王说了，你要是没什么正经事儿，就回去吧，不要再自讨没趣儿了，啊？臣遵旨，告退。哎，司马中丞，牛，你的牛，
哎，有劳。那室内监由我牵走，奏表留下，任凭大王处置。大王要是不要呢？那就劈了当柴烧，车还我。老奴这就去回话。依我之见呢，这新政可谓是切中时弊，以解当今弊政的燃眉之急呀。你们想想，这100年以来，宦官和外戚擅权，就如梁冀一门，前后就有7人封侯，至于卿、将、尹、校，各有57人之多。到梁冀败亡时，连及公卿、列校、尉、刺史2000担者，就有数十人之多，朝廷都为之一空啊。宦官更是把持官位，任用私人，其亲信或在州郡为长官，或位登9卿之列，或占据3司之位，连那魏王家不也是靠宦官？察举之下，长官必举要考虑士人在乡里的名望，而士人为了获得权力，也愿意培养自己的名望。因此，汉代士人获得名望，轻易品题、交游议论蔚然成风，连魏王用人都要开月旦评，政府却无选举之法，岂不怪哉？是啊，可有什么办法？叫我说，还有一个好处，这当初汉室的察举之制，是靠乡里户籍之选。可是，这100年丧乱，多少学士流落在外，若没有乡里的户籍，就无法入仕。这新政改为乡里的推荐，为所在郡县设置中正官员查考评定，这岂不是大大的方便了我们这些游学在外的学子吗？我看这新政的志向，不仅是在限制权贵，甚至是在限制位朋，限制天子。灵帝公开在西邸卖官，从关内侯、虎贲到羽林，无不明码标价。私自令左右卖公卿，公1000万，卿500万。就说先魏王，曾经3次下诏求贤，然而其用人多独断专行。新政是将选举之权收归于尚书省、中书省，将选举之法制度化。中正考察推举，中书省负责考试和裁判，层层监督，可远比汉室的察举清廉呀。师弟，我觉得还是你胆子大呀。不是我胆子大，是设计新政之人胆子大吧？哎，喂，各位，其实说了这么多好处，我感觉都是白搭。这新政还不知能不能实行呢，更何况想要从那些权贵手中抢过用人之权，他们会给吗？这不会，肯定不会。我看一定会。臣叩见大王。快起来吧。谢大王。子弹，你上次跟姑说回乔县老家的事情，姑认为很好，只是现在是国丧之际，大张旗鼓行宴乐之事，不是太好。姑认为可以借南征孙权之勇，借道乔县。大王，这是决意要代汉了。我说南征，谁说代汉？哦，对，是臣失言，是臣失言。大王此计甚妙，臣请领军。好啊，那这一次就让你跟曹休来安排。臣遵命。不告很甜。谢大王，臣告退。
先王啊，你知道吗？子桓终于要登基了，这江山是咱们家的了，咱们家的，咱们家的。哎，子弹啊，我折了几个秦兵，你再带随从，可不许带那个司马懿。哎呀，不光是司马懿，什么陈群啊、钟繇啊，一个都不带。带他们去了，这邺城谁干活啊？走，喝酒去，喝酒去，走，喝酒去！今天一定要痛你啊！哎呀，高兴啊！大王南征东吴，以讨孙权，征伐暴乱，还先王之功业，故举世之所推，启天地之敬畏。各级官员须恪尽职守，以待大王克成大业，永固大魏之基。还没睡醒啊？是不是新政写不完，你就不回咱们屋睡了？睡得好不好啊？什么时辰了？辰时啦。你怎么不早叫我？那么早叫你干什么？今日大王巡游，你又不用随行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上表啊。上什么表啊？我竹简呢？喏。哎，你就穿成这样啊？我去换朝服。人都到齐了吗？禀大王，人员兵马城外集结，只要大王一声令下，便可启程。大王，时辰不早了，启程吧。大王，启程吧。启程。启程。臣有本上奏。臣有本上奏。臣有本上奏。停！停！臣，御史中丞司马懿，有本上奏。还是新政之事。臣恳请大王听臣新政。讲。讲啊！夫官才用人，国之秉也；百官考克，王政之大孝。然而，然什么儿啊？拿来吧你！
大王，请看，司马懿的文笔确实好啊，臣都看不到字儿啊。诸位，你们看看，能看到字吗？看得到吗？啊，没字儿，心中没字儿，是没字儿。我说司马中丞啊，你这无字书什么意思？是讽刺大王不纳谏吗？啊！大王，司马懿戏弄君上，其罪可诛。大王，其罪可诛。陈尚书，臣在。此等事，国法当中该如何处置啊？没有。没有？那孤该怎么治他？回大王，自古至今，以法一律，绝无先例呀。那就以此为例，这件事交由你们尚书台处置，酌情处理。是。启程。启程。大王，你真不处置司马懿啊？他有自知之明。壮大，汝此举必有深意吧？我有何深意呀？我夫人拿错了，给我，回去再找他算账。不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大王说了让你处置，先去我那儿。去你那儿。御史中丞司马懿到咱廷尉府，说自己有罪，非要让我们把他关进牢中。他那么大的官儿，我们不敢啊。哼，这个司马懿啊，我在哪儿做官，他就上哪儿坐牢。哼，给他开个单间，笔墨清水抹布一律备齐。抹布，去吧。哦，是。父亲，父亲，
听说司马懿被关进大牢了，与你何事啊？太学里都炸了锅了，太学生纷纷要上书魏王救司马懿。那就写呀，跟他们说，别一人写一份，大王看不过来，总共写一份，都署名就是了。这么说他没事啊？你看，你爹都沦落到给人家送饭了。父亲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干什么去？来，在家给我待着。走。有章法。刘侯，师叔。嚯，师叔，这牢里现在吃这么好，不是大王要杀我，派你来送我吧？